孔嬷嬷的课上完了，儿子觉得颇有成效。三个孩子这几日说话做事，越发娴静稳重。那就好，说明人我没有白请，力气没有白费。三个姑娘在后院闲着也是闲着，尤其是墨兰，这孩子最喜诗文了。儿子想着，要不还是让他们继续回庄先生课堂上课吧。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有人在背后撺掇你？儿子只是觉得，让孩子们多读读书，多明白事理是有好处的。你去吧，容我再好好想想。是。出来吧，别偷听了。您怎么知道我在偷听啊？其实你也很想回去听庄先生的课，对不对？嗯。平日姐妹们在一起闲着，今日蒸衣裳，明日蒸茶食，容易生事，不如大家一起早起晚睡的读书练字，消磨了精神，也就没空生事了。这话倒是不假。不过读书，毕竟不是女孩子分内事。祖母，您这话，孙女就斗胆要驳一驳了。你说。依我看，读书无用这话就是骗人的。若是真无用，那怎么天下男子都要去赶科场？难道是闲得慌？我觉得这句话不过是那些男人们希望女人们一辈子浑噩愚昧、乖巧听话，好摆布。就知道你这小金豆子心里明白着呢。此话不假，不愿意女子读书那是短见。历朝历代世家大族的女子，哪一个不是从小读书明理？如果女子读书真的无用，他们还会让女儿去受这个罪吗？那祖母，您刚才对爹爹不置可否，也是假的。您就是想让林小娘和四姐姐提上节日，就是想让他们母女两个知道，重返家书的机会得来不易，才会安分些。眼看会试临近，各位也该实战试试身手了。我今日就以这本《孔子家语》为蓝本，随便翻开一页至一句，便可以此为题进行策论。倒是应景。诸位听好了，今日的策论题目是：立嫡长乎？立贤能乎？孰佳？果然是应景。如今京城中最热门的话题，便是衍王和雍王立储之争啊。先生，此题目怕是不妥吧？哎，不妨不妨。如今京城里，便是个茶馆，也常议论这个。关起门来偷偷说一说，不妨事。啊，倒是，诸位不要相互泄露出去就是。啊。既然先生说无妨，那咱们就论一论。当今的陛下并无子嗣，
大臣们纷纷逼着陛下过继宗亲，立为太子。雍王年长却资质平庸，毫无政绩。但是他唯一的优点，就是妻妾成群，日夜耕耘，累得眼冒金星了，留下一大院子儿女。二哥，说话注意些，这里还有女眷。哦，嗨，雍王年长，子嗣又多，立他便是了，还有什么可争的？衍王只比雍王小半岁，虽衍王只有一子，但父子二人俱是精明强干，甚得人望。有此贤王为储，也是为国家社稷着想。小半岁，那也是小啊，总不能越过长幼尺序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若天底下的人都看才华的话，这事儿也罢了。偏偏大家要分出个高低贵贱来，这事儿就是这么闹出来的。二哥哥，你说的轻巧，这是皇位，又不是小门小户抢田地铺子。若不论清了名分，岂不乱了套？长白，你说呢？先生，学生认为，应立嫡长。秦始皇废长子扶苏，立胡亥，导致秦朝20而亡。纵观古今，多少朝代更替，都是因为废长立幼而起的祸端。也不尽然，汉武帝就不是嫡长子，但他继位之后，却能富国强兵，扫平匈奴，建立了不世功勋。可见，不立长子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可景帝立刘彻为太子之前，也是先扶正他的生母王美人为皇后，礼法上是顺理成章。由此看来，刘彻登上皇位，也是立嫡。二叔别忘了，西晋惠帝，满朝皆知他愚笨，可谓这嫡长依旧立了他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假南风专政和八王之乱。若当初立了别的小皇子，也不至于落得退守江南呀。如晋惠帝一般的傻子能有几个呀？难不成在四姐姐眼里，那所有的嫡出全都是傻子啦？嫡长子不是傻子，也不代表次子就不聪慧能干。唐太宗不是嫡长，照样开创贞观盛世。次子荒唐误国的也不少，隋炀帝就是一个例子，毁掉了大好的江山，众所皆知。听了半天，为何小公爷和六姑娘不发一语啊？学生心里还没拿定主意。元若是家中的独子，他对这个立嫡立贤的事儿可能还不太清楚。确实如此。我想先听听其他人的高见吧。六姑娘，立长立贤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学生一介女子，也没想过这种事情。那就不论国事，就说，假如一个小门小户有一个碌碌无为的长子，还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庶子，应该谁当家？这是家中主君要考虑的事情，我不便妄议。三哥哥，你怎么知道长子一定平庸？说不定那庶子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呢。次子外强中干，也不妨碍长子碌碌无为。你问六妹妹话，你们俩吵什么呀？六妹妹，你说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必得说些什么？你说呀。那就不要为难六妹妹了。她年纪小，又不必科考，这个题目跟她关系不大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哎，我看不如听听六姑娘的见解。她虽然人小，又不爱说话，说不定她内秀，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。看着我们在这争得面红耳赤，心里头早就消化他们呢。郭二叔想说，你说就是，何必非要扯上我？二叔，怎么连你也逼他呀？你越维护这个小的，那两个打的越是要抬杠。你就让他自己
应付一下，我觉得他可以应付得来。不行，你不知道，他在这里，在这个家里，他不行的。好了，大家都说了，六姑娘你也说说吧。叫你呢，让你说，快点呀！其实我想问问小公爷和顾二叔，我在这里，你问就是了。二位都是家中嫡子，若论起嫡庶之事，或许能比我们兄妹更能畅所欲言。然则今日，我想问的是，若是二位都有一位十分有出息的庶出兄弟，你们会如何自处？嫡庶又有什么干系？若是庶子才华横溢，为人又品行端正，那是好事儿啊。若是这位才高又正派的庶弟要与你争爵位呢？若是将嫡庶换成长幼的话，我家最大的是我哥哥，其次是我。若是我那三弟弟胜于我，自然是应该他来继承大统。二叔此言差矣，你家幼弟也是嫡子，算不得数的。家族承嗣大事，岂能玩笑？你一人淡泊名利事小，使一庶子袭爵，那会让祖宗和族人蒙羞的。蒙羞。庶子若是贤德有才，必能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光宗耀祖；嫡子若是无德无能，败光了家业，祖宗脸上难道就有光了？庶子有才，辅佐嫡子即可，不必乱了名分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小公爷，你把人心想得太好，有才者必然自傲，怎么可能居于人下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必然祸起萧墙，兄弟反目，怕是到时候连爵位也丢了。如今很有些人，都是以功名论成败，才会让那些庶子蠢蠢欲动，心怀妄想。若天下之人都能谨守名分礼数，分尊卑，敬嫡长，又怎么会有那些兄弟戏强、祸延家族之事呢？袁若若这么想，我可要奉劝你多多行善，日后别投胎做了庶子，那就苦不尽言了。玩笑议论，大家都和气些才是。六姑娘，你让两位公子说了这许多，立长立贤依旧没有定论呢。没定论就是定论，贤与不贤，易于伪装，难以分辨。可嫡庶长幼便是一目了然，不必争执。庶子若是真贤德，便不会为了一己私欲毁灭家族。反过来说，嫡子掌权，若是能够约束庶子，使其不敢犯上造次，也能永保昌盛。大丈夫当忠君爱国，不如做个纯臣，何必无谓争执？一瞧，他就一句话，就把咱俩装在一个套子里，争吵个不停。他袖手旁观，他一直就这么机灵。六姑娘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地，实在难得呀！好，好，今日如此精彩，建议你们不留作业了。什么见地？不就是和稀泥？不如做个纯臣，何必无谓争执？这真是明兰说的。是。这孩子见地不凡呢，他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个？六妹妹素来是心有成自爱，却不宣于口的。看来果然是养在你祖母身边养得好啊。
那不是齐国公子的不为吗？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还有本书落下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我数了的书都在。落下了。姑娘，你如果不想见小公爷，我去赶走他就是。何必巴巴跑回来呀？特地去说，反倒显得我对他上心。咱们就在这坐会儿，就这么晾着他，他就能知难而退了。我是不会知难而退的。你不是在？我贯知六妹妹机灵，定会想到，我会在回寿安堂的必经之路上等，我这才声东击西的。你放心，这前后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没有外人，咱大可放心的说话。没什么可说的，小桃，我们走。六妹妹，六妹妹，哎，小公爷，你也要为难我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要那个字号笔？是因为不好吗？不是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什么东西落到我手里，反而没那么长久了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什么都不要，落得一身轻松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他们抢走的？那太好了，那下次有好东西，我悄悄过来给你，不被旁人知道。小公爷，我本以为你是个明白人，可你怎么始终都不明白？不如今日我就跟你说个明白，你对我越好，与我越是麻烦。与你是麻烦？小公爷，你是难得的才俊，人品卓然。我知道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，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别把我当麻烦，我会护着你的。不要怕，将来。姑娘，现在冬日天黑得太早了，要不咱们明日再封吧，别坏了眼睛。两位兄长眼瞅着就要进考场了，也是起早贪黑的。我要赶紧把这2副护膝做出来送给他们，不然做不完了。2副护膝啊，姑娘。那我这里裁这1副，小桃那里裁这1副，姑娘手里怎么还缝这1副啊？小公爷也是今春下场，难不成这副护膝是给他做的？你瞎说什么大话！我多年没做这东西了，想做1副护膝来练练手。你别胡说。哦。这进考场的衣服不能有夹层，得是单的，多备上几件。这文房四宝要看仔细了啊，不能有磕碰缺角。这被褥厚实点儿。别看已经开春了，那倒春寒可是厉害。去年这月份还下雪呢，贡院里边冷得很。
你又没去过贡院，怎么知道冷不冷？你父亲跟我说过，进了那贡院，大门一关，小门一锁，哎呀，吃喝拉撒就你一个人，谁都不能进，就是着火了都不准开，开了成绩就要作废。哎，这上面怎么能有字儿呢？搜出来可了不得。行，这被子够厚实。差不多。哎呀，拜儿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这么长时间，可是要受苦了。哥哥早就准备打点好了，他比咱们全家人想的都周到，您就别忙活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哥哥读书这么累，总得有人替他想周全了才行。大娘子，这是六姑娘那边让人送过来的护膝，说是给二哥亲手做的，穿上可以抵挡寒气。护膝？六姑娘说，想着现在天气虽然回暖，可一到夜里还是冷得厉害，就从库房翻出一块厚绒，做成一对护膝。这样虽然夜里露水重，也可以保护膝盖不受寒气。手倒是真巧。那这护膝是只有我们家哥哥有，还是林夕阁那边也有啊？说是都有，每人一对。哼，倒是不得罪人，两头充好人。你亲哥哥下考场，你什么活都不做，却在一边说风凉话。你看看人家，说话办事圆满周到，难怪老太太喜欢你。这几年连官人也越发的喜欢明丫头了，你也不说学着点。我跟他能一样吗？我可是嫡出。住口！不许再说这些。小娘，六姑娘做的护膝，说是给三哥特意准备的。什么东西啊，也往这儿送？哼，这破玩意儿穿上去不得让人笑死？贡院哪有那么冷？这个小六倒是比魏瑞轩那个蠢蠢的强一些，只可惜啊，改不掉那些身上的穷酸味。轻松这样拿不出手的东西。我的儿，你呀要好好争气，中个进士回来，那王若夫日后呀就再也碍不着咱们娘仨的事儿了啊！阿娘您就放心吧，庄先生都说了，我这样的年纪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，很多这种年近不惑的举子都没有我这般的见识和比例呢。况且说了，如若我真考不上，我平日里结交那么多豪门世家子弟，也不愁没有出。不许胡说，明日大考，不要说丧气话。嗯。姑娘，魏瑞轩和林七阁都乱成一团了，比搬家还热闹呢。大娘子和林小娘都恨不能把仓底都拉去贡院。一路上我给人喊去帮着拿东西，带走。可千万别在人前喊累，不然说了也不讨好。是。对了，小公爷明日也要去考吧？姑娘，姑娘，他考他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姑娘，齐国公府的小公爷来了，说是因为这些年在我们私塾读了许多年的书，特意前来拜谢，给每位公子和姑娘们都备了份礼，这都送到各屋来了。姑娘，这份不为亲自送来的。他说小公爷呢，让他上街采买考上用的东西的时候，姑娘烧了一支子豪笔。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儿，让姑娘拣喜爱的挑。我也还说，这支子豪笔是别人都没有的吧？小姑爷现在在何处？
刚刚拜会了主君，现在应该在老太太房里。姑娘，要不咱们悄悄溜出去看看？看什么？他明天会试，别叫人家分心。东西太多，我不能悉数全收，就挑2件，别驳人家的心意。剩下的就让他拿回去吧。你们先帮我出去谢谢，一趟不为。好，走，小唐。祝你早日登科，不枉为这些年的辛苦。此后就谢了。二郎，二郎，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啊？当心着凉了。明天不是要去贡院吗？今天晚上啊，就在家歇歇吧。你明天要用的笔墨、衣裳、车马仆人，我都给你备好了。明天一早啊，我们一家人送你去贡院，岂不是好？他要走，你就让他走。我本来就是要走的，父亲用不着赶我。我赶你？你母亲让你留在家里，你非得赶着去什么勾栏瓦舍、狐朋狗友的屋里去，反倒成了我赶你了。哎呀，你少说2句。他明天不是要去贡院的吗？行了，你别替他情绪了，人都已经走了，我们哪能管得了他呀？二郎明日下场，定能金榜题名。为了你和2个孩子，这次我必须告终。二郎就是我们母子的靠山，有你在啊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今晚，二郎就留在我屋里，别走了。2个孩子已经睡下了，在嬷嬷那儿不碍事的。哥儿，明日还要大考，今晚就少喝酒吧。好嘞，嬷嬷，我一会儿就上书房睡去。明日，我送二郎进考场，我在外面为你诵经祈福。娘子啊，你在家也能为他诵经祈福。再说了，还有2个孩子，也无人照管。哥进了考场，应该了无牵挂。娘子就别让他分心了。嬷嬷说的是，我家那几个不安分的到处找你呢，就想抓个把柄。你明天千万不能去。二郎，你不会金榜题名之后就不要我了吧？
我为了你和2个孩子，都跟家里闹僵了。如果我现在半途而废的话，那些苦不白受。我外祖父是个商人，我从小便知道赔本的买卖不能做。这盒里是文房4宝，砚台和墨都用油纸包着的。公子打开油纸的时候，千万小心，别脏了手。墨迹沾在卷子上，那可就糟了。剩下6姑娘收了子豪笔，没叫你带话吗？只打赏了2吊钱，拿走了几件小玩意儿，叫我替他谢谢小公爷，再没别的话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我都没见着6姑娘的面。他就是有话，没法叫我带。这家裁缝铺倒是实诚，我叫他做2副护膝，他给我多塞了1副，还换成了绸子面。这老裁缝可真会巴结。元跑，元若。我问你啊，你收到护膝之后放在哪儿了？就放在那篮子里了。取了护膝，我又去买的笔墨纸砚等物，一并放在篮子里，送去盛家给6姑娘挑，才拿回来。公子笑什么？他心里有我，他心里是有我的。听说齐公爷把这条路最大的客栈给包下来了，这哪是赶考啊，简直就像办喜事儿了。别瞎说，齐国公家的事儿哪是我们能议论的？这大街上谁都说，也不是我一个人。果然像办喜事儿呢。如今官家最疼的就是平民郡主，他家那是多大排场都不在话下的。说的是呢，可见还是要有一个正室做母亲才好。差不多了，让他们进去吧，别误了开考的时辰。祝2哥哥金榜题名，一举成功。祝2位哥哥鱼跃龙门，蟾宫折桂。那我就祝2位哥哥在考场中多多喝水，好好休息。说的这是什么呀？闲话不会说呀？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了。那我就说，2位哥哥，考场中一定焦躁烦闷，水能灭火。心情好了，文章一定写得干净漂亮，如有神助。
六妹妹所言极是，我们一定多喝水。二哥从来都不爱笑呢，今天居然笑了。那就借六妹妹吉言喽。说完了吗？嗯，走吧。车都没有，最威风的就是他了。这位公子若是想出风头，怕是国公府都盖不住。会试期间所愿3日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出入。贡院门前100步之内，不得有行人逗留。孔圣曰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。”你这3家都拜，到底求的是哪家呀？油多不坏菜，礼多人不怪。别管是哪家神仙，我只要多多供上香火，自然要保佑咱们长柏的。长柏若有真才实学，必定能中。他若只是个不识字的白丁，你便是跑到天竺去，跪在西方佛祖的脚下，那也是无用的。有用无用，总是尽了心意。你看齐国公夫妇，他们还去大相国寺烧香呢，捐了好几百贯的香油钱。我就在家拜拜神佛，又没铺张，这都不行。喂，也来拜拜。拜拜。我可不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吗？这是无用。我看看。哎呀，你拜拜嘛。这。诸位神明圣师，保佑我儿长风长白，让他们2人一举高中，让我们盛家光宗耀祖。神灵保佑，神灵保佑。官人，你倒是拜拜，为了儿子没坏处的。拜什么拜啊！我得去公务去。你怎么不吃？二郎这不要考试了吗？我发了愿，沐浴斋戒，焚香祈福，1日只吃2餐。你已经把他惯坏了，就是对他再好，他也不会争气的。他还是个孩子，纵使我做的再不对，我也会看在白家姐姐的份上，都是疼着他的。官人也别跟孩子计较了。人家登考场都是前呼后拥的，他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过去了，把我这个做父亲的放在何处？
许是二郎怕你担心，不愿张扬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孩子一向心里最有主意了。嵇康、阮籍这些名士大贤，哪个不是风流不羁的？想是你，随他去吧。一个区区小儿子，能跟姬阮相比呀？你别往他脸上贴金了。姑且看着他一路考到了会试，我暂且容他几个。等考完了，我再收拾他。尝尝，特意给你做的。咕咕咕咕咕咕。小鸡吃米，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，一点一点的给它吃啊。还有一个大豆。嗯。乖啊，跟默默在家好好玩。去哪儿啊？我心里实在是有些打鼓，想去道观为二郎烧香祈福。他出门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叫你在家好好照看孩子，别抛头露面，免得被顾家人发现。回去，考试这几日你就待着。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。咕咕咕咕，把米放进去。哎，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